上一期视频讲双行的时候，有提到一个偏门思路，即6级地牌直跳9级，绕过4阶段8级抽卡。大致原理是利用4征服在中期滚雪球，收10层的2块、35层的5块、65层的4块、100层的6块，部分局能摊到150层的散件和重铸，弥补我们3阶段抽卡的花费。通过几天在不同分段的实战，现在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套贯穿全局的公式，并在不同的对局中都能有所运用。一般我们就3种开局，这个视频只谈运营，不谈低费阵容。2星强势卡打连胜，诺手、木木、拉克斯这种，围绕他们做尽量合适的装备，原则上是有啥合啥。这里多说一句，我认为先给质量卡带满装备，比给1星卡适配的装备对战力提升更大。比如2星德莱厄斯和1星德莱文，我肯定优先把破甲弓、日炎、阳刀给到诺手，后面再用拆来调整。有2征服者时可以提前拉5，这时候3阶段的处理其实很少，大部分情况是不抽，或者有明显帮助连胜的提升时小抽，不追求4征服者。中期根据做出来的装备嫖卡定阵容，正常过渡到8级启动。第二种是有一些好卡的对子，但是暂时没有起质量，这时候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快放弃过渡，先不升人口，强卡对子不卖，除非非常影响利息，好的装备可以做，不太好的装备等一等。当对出强卡2星并能给上装备，判断战力已有提升时，可以跟上大部队等级，留征服者的牌，时刻判断场外战力。胜负关系由败转胜后，在有4征服者时，如果地牌提升场面能够赢下3阶段，那么开始在6人口或7人口地牌提质量。第3种是完全没有能过渡的牌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连败去玩一个低费阵容，但其实没有过渡也能运营。注意好这些要点，不建议拉人口，因为拉了也不能赢，先存钱休养生息。不建议直接空城，因为要留能支持3阶段过渡的基础卡。不建议选装备类强化符文，因为会浪费它本应在早期发挥的过渡强度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强化符文选择上，我们尽量选延迟经济类，比如休眠断炉、运力不足、辅助挖矿，在失败中变强，假装摸鱼，冷采管道。特别的，以眼还眼在2-1拿很差，英勇附带是一个还不错的经济，因为开局给9块，小妮可可以用来捏船长和乌鸦。3连败时，选秀优先拿船长或乌鸦，拿到压力小一半。注意控制场面质量，保持连败，如自然4连败，则一定力求5连败吃满，该降质量降质量，出野后的6连败输赢皆可。留征服者的牌，3-20开搜，搜到足够能赢过3阶段的质量。刚才讲到连败和沉淀都比较推荐做一个在3阶段抽卡的决策，那要搜哪些牌呢？基础版是上面这6张卡，德莱厄斯、德莱文、瑞尔、弗拉基米尔、斯维因、普朗克。核心是4铁水征服者羁绊以及强卡斯维因、普朗克。在低牌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会看到以下这些卡：安维萨用来替换征服里面质量最低的一张卡，位子用来替换1星血鬼，在有2星带装备未要来时，常用于7人口开斯伯基，蜘蛛多用于替换1星弗拉基米尔，在主坦非德莱厄斯时可以替换2星吸血鬼。不要第一时间扛伤，3阶段也可能放不出技能。盖伦换血鬼，飞机也是换1星血鬼。如果是奇数装备散件，能开即刻变一个成装，那可以换2星吸血鬼。3费的娜美、洛里斯，2费的雷欧娜，这种在搜卡的时候都留一下对子，对出来的话是可以上场用的。2星娜美可以带装备当过渡 C 位，我经常把红、阳刀、投机者、无尽这种丢给他。要搜多少呢？一般来讲，3阶段带装备2星船长或乌鸦即可支持连胜，最多预计花费20以内，即10次地卡。多提一句，我还挺喜欢在3-2拿第个痛快和操纵商店的，很契合这个打法。理想节奏是3-2搜完之后开始连胜叠征服者，一般在3-5升7之后剩30块以上即可拉人口，在3-7左右叠出100层征服者，用小妮可捏第2个2星3费。4-1仍在连胜，4-2、4-3开始输，但每波换怪在3只级以上，判断征服者层数还会不会继续涨。如仍然乐观，则摊到150层再拆4征服开2，上更好的质量。4-5时升到8人口，但是不低牌，继续划水。5-1或5-2升9，血量约30启动，有约30金币搜卡，最后一波容错时找到关键2星5费，完成吃鸡。那这个节奏玩什么呢？很明显是一个上9玩5费的节奏，首选肯定是外交双行。
但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，让我们不得不迫降4费卡阵容。物理系常用的就是外交 flex 和下等输出。第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节奏被断，启动后因为没地够或者被一些强势毒狗断连胜时，如果征服者层数正常在叠，打其他人还打得过，血量和经济都还健康，则就当没被断，该上9上9。2，如果被入很多，外面质量都很高，滑水情况不容乐观，则第3个选战力强化符文4-5上8抽4费阵容。另一方面是环境影响定阵的情况，虽说大多数对局首选外交双行，但明显上9经济或容错不达标，8级滑水收益低，如狼人城邦时，考虑一套没有人玩的4费物理阵容。多数情况推荐外交飞机，在有多家外交同行时只能选择老鼠。因为不同于3阶段没有地牌的人，我们是4-5启动，在蓝发加龟壳这种阵容数量大于等于30，除非巨大优势，不然不能玩杰斯，只能选择一个4费阵容迫降，因为同质量双行杰斯打蓝发3-7开，打龟壳4-6开，这也是这2天蓝发又强起来的原因。外交双行一图流，装备现在不是迫于过度尽量少和战士装，图中维克托的位置可以是其他的优质5费，这个待会儿再讲一下 Flex 位的优化版理解。另一套是在没有2星盖伦或2星安贝萨5费来的多时考虑，保留4双行的情况下拼一些质量卡。图中特朗德尔的位置可以是兰博，简单来讲就是你觉得盖伦和安贝萨配不上你现在的场面了，那就拼更多质量卡上去。过渡装备表，锅和铲用不出去的话，实在不行合个黑莓转带妖姬开3黑莓，合个征服转带铁男开4征服。Flex 位的理解优化版，5费里面最好用的我觉得是3维卡，其次是兰博、勒弗兰、铁男。兰博是法装多或有散件时优先考虑，勒弗兰是有电刀、黑莓转时考虑，铁男是有夜刃、水银时考虑。当然这些5费卡谁先来2星肯定就上2星的。吕景、金克斯、蚂蚱基本是不抓的，异变尽量不要在被优化的卡上拿异变，比如你抓了未过渡，虽然他2星了，但是最后没打算成型时带，就不要给他强化。最好最通用的就是坦克类异变，没有盖伦就给蜘蛛，没有蜘蛛就给乌鸦，让乌鸦带坦装扛到底都可以，简单无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乌鸦叼石头喝水的时候，见到旁边有一根吸管，怒喊道：不玩烧脑的。最后感谢宝贝的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